我们2个人选择在一起，也是想着年纪都不小了，凑在一起试试。但他总是跟我矫情吵架，我真不知道该不该走到婚姻。我开始是想和他奔着结婚去的，但现在我觉得他没把我放在心上，我提的要求也几乎得不到回应，还总挑我的刺儿。我现在很纠结，他的有些脾气让我很反感，而且现在我们好多事情都谈不拢，结婚以后我害怕我更忍受不了。他只做对他自己好的事情，每次争吵也都是要求我让步，爱跟我争个对错。我现在对这段感情也越来越迷茫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文35岁，来自天津，银行主管；小卜32岁，来自天津，培训老师。欢迎2位哈，是经人介绍认识的，是吧？没错。据说当时2位都是抱着试试看，是的，是吧？当时朋友觉得我们俩年龄都不小了，觉得我们挺合适的，就想把我们撮合在一起。啊，我家也是。谈了多久？1年半了。今天来是要把这事儿说清楚就继续往前走呢，还是说清楚之后咱就分开呢？这我现在也没想好。我是这么想的，首先当时是奔着结婚去的。因为都老大不小了，我35了，他32了。然后接触了这1年半吧，我就觉得我们2个实在是不合适，在性格方面。但是我母亲那边一直在催我赶紧结婚，她想抱孙子。然后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我是应该坚持下去，就这么救活着，为了结婚而结婚，还是说咱就别互相耽误了？那当然是别互相耽误了呀！你这话都说了，姑娘还来干啥呀？这不是拽着我来解决问题吗？你想分吗？我也是因为吵架吵多了，然后他提出来了，那我就答应了呗。我觉得是什么了？就是我给您讲一件事情啊，您说。因为他这个人就是比较的矫情，总是为一些小事情没完没了的跟我去掰扯来掰扯去。上次去我家聚会，因为当时我姑姑带了一个小孩过来，然后呢，我那小孩因为看过我前女友，他就小孩童言无忌，就随便说了一句什么呢？说，哎，这次来的姐姐比上次的好看。哎呦，这多美啊！这高兴死了。对呀，我也觉得这不挺好的吗？对呀。当时他也没说什么，然后晚上我就送他回家嘛，然后就在车上，这脸色就不对劲了。为啥？然后他就跟我说，肯定有事儿啊。他跟我说，那女的谁呀？你为什么没跟我说过？你有前女友的事情，你这事儿能赖我吗？我之前是问过他前女友的事儿的，我问过好几次，他不跟我说实话，他都含含糊糊过去了。然后我从别人嘴里听见的。对，他去找我姐问，人家都参加家庭聚会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呢？那我能不好奇吗？这么深入的关系，那人家怎么分的呀？那我可不得找姐姐问问呀。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对啊？我是觉得有这种思维模式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是不是都是逻辑有问题啊？一个30多岁的人，如果他从未谈过恋爱，这种人你敢跟他谈恋爱吗？肯定不敢。如果他谈过恋爱的话，他有个前任不是很正常吗？还有别的事儿呢。你这吃啥醋啊？我要是他，我心里就特美。哎呦喂，这次来的这个叔叔比上次来那帅很多，你看你这心里多高兴啊！这不是正常逻辑吗？那是因为他俩还有一个婚房呢，而且那婚房都装修好了。那如何呢？那是按前女友的意思装修的。那可不是按前女友的意思装修吗？还能按你的意思？当时不是还不认识你呢吗？是的呀，所以我就是好奇这到底当时是什么情况呀？我就去问姐姐了。你猜姐姐当时怎么说的？那姐姐跟我说，我们家小文人是真挺不错的，然后是有一个前女友。然后那女的脾气不好，但是小文都顺着她，让着她。但是那女的她没有什么分寸，准备结婚嘛，她跟男同事还出去旅游去，然后这事儿就黄了嘛。然后我一听，我还有这么段子事儿呢，我在那想，人俩都快结婚了，那我就问了，我说这个，我姐那样说那是夸张了，她是为了夸我对人家女孩好。这事儿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说的了，即使。他就准备跟这个女生结婚了，最后没结成，他不也是一个未婚男青年吗？他现在跟您谈恋爱有什么问题吗？那他现在要拿这个装修好的婚房跟我结婚，他也不重装了。那你直接说嘛，
这个东西我当时花这个装修花钱花了10多万，你要是说小数目几千块钱，甚至1、2万，我凭你意思，咱说换就换了，无所谓，只要你高兴就行。你说那么多钱，咱以后是为了过日子，对不对？你说这个钱留下来以后结婚了，干点正事儿不好吗？为什么要花在这种不合理的地方呢？那你前女友跟你装修提各种要求，你怎么都满足她？到我这就不行了。你是爱她胜过爱我是吗？不是，我不是不满足你，平时生活上你别管，你说你想吃什么，想穿什么，想去哪里玩，我是不是都满足你？但是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事情，它不合理。我换一个问法啊，我结婚，我希望我的房子是一个新装修的，有错吗？没有错，没错，合情但不合理。我觉得他这个要求只是合情不合理，合情就行啊。我觉得合理比合情重要。你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的呀，但是我这个事情是一直在跟他商量着来的，对吧？我在跟他讲这个道理。商量是说大家商量出一个解决的方案，而不是商量的时候说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我现在这么说，合不合理？你跟他结婚，你们要住的房子是他跟他前男友的婚房，虽然他们不是夫妻，是他跟他前男友的婚房，按照他前男友的喜好装的房子，您住在里头膈应不膈应？实话说，我觉得多少可能有一点难受。对呀。但是如果他好好跟我去讲道理，我觉得毕竟还是我们俩以后要生活，我是能够接受的。那我现在看见你前女友装的房子，我心里也膈应啊，我天天都能看见。还有一件事情，这不马上就要订婚了吗？他突然跟我提出来，说咱要做婚检去，这不是很正常吗？我的朋友圈子里边我都没听过有人做婚检，你是怀疑我有病啊，还是说怀疑我身体不好啊？婚检这件事儿跟是不是有病啊，是不是那个身体不好没关系啊，咱别拿无知当个性行吗，兄弟？虽然是这样，虽然道理是这样，但是那朋友怎么看我？人家都没有做婚检，我做婚检就好像我有你做婚检你还拿个喇叭喊啊，哥们儿，我要去做婚检啦，大家来参观一下吧。婚检完了，我把婚检报告给大家贴到朋友圈里来呀，至于吗？他们怎么知道的呢？婚检不就自己的事儿吗？检了就检了吗？这跟哥们儿有什么关系，对吧？我就反正心里接受不了，因为我朋友圈里都没有做过婚检，我觉得这样挺别扭的，就好像我有身体有问题一样。不是你这偏狭，我觉得这就没有必要。我觉得身体要有问题早就有问题，我都活那么大了，不也没事吗？咱们这都什么年代了，他讲点科学吧。他说他朋友圈里没有检的，人家检了告诉他吗？你也说了，咱俩岁数不小了，家里催婚，咱俩以后要生孩子，对吧？那生孩子咱俩提前检测一下有什么的，咱俩心里都踏实。我是为咱俩好吧，我也是站在理的角度来说吧。而且啊，他一直刚才说我事儿多，对吧？那他事儿也不少啊，他也给我找事儿，他怎么不说呢？他还让我去跟他做那个婚前财产公证呢。啊，我就纳闷了，他什么意思呀？是觉得我图他钱了？他这怎么不说呢？你朋友都做婚前财产公证？没有。这奇怪了。我说心里话，我跟他说这个做财产公证啊，不是真的想拉他去公证，就是因为他总是为小事矫情，包括什么婚检呐，什么那个房子装修，我就想也恶心他一次，我想看看他什么反应，然后他的反应跟我想的一样，你看他受不了了吗？我就让他感受一下我的感受。我是被你恶心到了，但是我提的要求我觉得都合理，都在理。我反正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跟他没有办法沟通。你看他对我那么多要求，我只有满足这一条路可以走，我都没有第二个选项。但是我提的要求，他就这种反应。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婚房也装修好了，女朋友也跑了啊！我就现在了解了。哎呀，分了吧，分手大概是唯一的这个出路和选择了。但是家里催的就希望我们结婚，包括他父母也是那么个想法，希望我们俩结婚。行，但是我们俩现在就不知道，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就那么将就过着。不是你们双方父母都见过吗？关系怎么样？挺好的，还行吧。我跟他妈关系还可以。对，但他你看这还没结婚了啊，他对我爸意见特别大。为啥？他觉得我爸大男子主义，
那你爸本来就是大男子主义。不是，人家大男子主义，我妈都没意见，你有什么意见呢？那我看不惯不行吗？不是，你为什么看不惯？人家老两口过了一辈子过得挺好，我爸就是有一个习惯，不爱做家务，也没有别的。我爱做家务，我就不能劝劝他吗？我不满意，我少见他还不行吗？我妈那次过生日，我妈跟他关系比较好，然后他就去看我妈了，大包小包蛋糕、礼物、补品买了一大堆。挺好吗？挺好，非常好。那次非常的愉快，晚上还带着我妈我爸去唱歌去了，非常好，非常好。但是上个月我爸过生日，我还提前1周告诉了他，我说我爸过生日，老人叫你过来家里吃饭，他也没回答我，我以为这不就告诉他就可以了吗？结果到那天他跟我说去不了，告我有事儿。我那天就是有事儿啊。有事儿跟闺蜜逛街是吧？你朋友圈还发自拍了，知道吗？你在外边逛街，你那叫有事儿吗？那也是事儿啊。哦，那个叫事儿，来我们家给我爸过生日就不叫事儿。我不想正面拒绝，给你爸留面子，你不明白吗？还你觉得这样我爸就更有面子了吗？我问一件事儿，你在家做家务吗？行，太做。所以女生表态并不是要跟你爹对抗，女生是现在就收拾你呢。她的要求就是你要不做家务，我肯定不会嫁嘛。这态度不都摆在这儿了吗？你看高手过招都是这样的，隔山打牛，这姑娘还挺厉害是吧？她结婚了不能不做家务，对不对？从她爸我不也就能看出她来了？你看看，我觉得是什么呢？我并不是说要求女孩都要把所有的家务都干了，我是觉得就是女的承担大部分，男的承担一小部分就可以了。毕竟男人他主要的目标不还是赚钱吗？你那态度可不是这样吧？上回你说你妈病了那事儿可不是这意思吧？咋了？上次我妈早晨起来她就不太舒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她有点发烧，还有点咳嗽。我说你这样吧，我说我下班之后再去看您吧。我那天还正好有会，下的比较晚，她离我妈那儿挺近的，她下班也早，然后我就给她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受累过去看看我妈去。她就去了。到我下班的时候，我回到家，我看到一幕差点没把我气死。我妈那儿边咳嗽边在那儿做饭，她坐那儿看电视。这你说的好像我多大错似的，是吧？就那天我下班早嘛，她给我打电话，说他妈病了，我跟他妈关系好，我就马上拎着果篮我就去看去了吧。我一到那儿看他妈一边咳嗽还在那儿做饭呢，我就说阿姨您都病了，那咱就别做了，我说让叔叔做呗。他妈说不用了，他爸一辈子没给我做过饭，也不会做。我就说那咱就点外卖。阿姨说不行，那个小文上班加班累，我得让他吃点好的。让我当时那算我不说了，然后我就坐那儿了。好，一下班一进来看我坐那儿了，跟我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了啊，冲我嚷了，说你坐那儿干嘛？你就不能帮我妈做点饭是吗？那我当时就愣住了，我在那想别在人家吵吧，我走吧，我找个借口我就走了。走出去没一会儿电话来了，我一看他打的呀，这是要跟我吵架，我立马就把电话录下来了，我就想让大家听听谁对谁错。这姑娘哏儿哎，来我们听听听听听听。我妈都生病了，你没看见是吗？你还坐那看电视，你不知道帮她做顿饭？我看见了，我还看见你爸在那躺着看电视呢。我刚还跟你妈说了，您都生病了，我说就让你爸做吧。你妈说不用，你妈说了，你爸不会做饭，一辈子都是他做的。然后我还说了，那点外卖也行啊。但你妈心疼你啊，说你上一天班了，不忍心让你吃外卖呀。不是我爸一个大老爷们儿做什么饭呢？你帮我妈做一下不就完了吗？那你现在是因为我没帮你妈做饭，你现在生气过来找我是吗？不是，你怎么不懂孝顺呢？我不懂孝顺，这饭是做给我吃的，是我让你妈生病做饭。行了，你快别跟我矫情了啊！你把你俩当祖宗一样供着，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妈现在生病了，但你爸没病啊，不应该是你爸照顾他吗？这还能增进他俩感情了。你妈现在不同意，反怪到我头上来了。那你说你妈现在这样，那你爸心疼他吗？他有心疼他一点吗？他能有脸跟我矫情呢？闭嘴！你现在是想让我像你妈那样对吗？想标榜我成为一个好儿媳妇儿？那不可能。你妈这个饭要是做给我吃的，我可没脸吃。我告诉你，现在应该想想帮你妈怎么调教你爸，而不是过来调教我。天，厉害厉害！这不就是话里话外想让我像他妈一样给他家做二代保姆，提前培养我吗？这事儿我最后我给他道歉了。
因为当时我在家里打电话，我也在气头上，我妈就说我，就说人家小姑娘也是家里就一个，从小都不干活，你说你让来咱家干什么活？我一想也是，咱也不能为这点事儿，对吧？给她道歉了，但是呢，这个事儿她揪着我不放。分寸感多重要啊！融到一个新家庭里面，怎么去处理，怎么面对一些旧秩序，这是需要智慧。哎，算了，我就没法说啊。听到这儿，我突然有一个奇妙的想法，我倒觉得他们俩还挺绝配的，你知道吧？这个杠啊，这个拧啊，找其他人还真是配不上。还有其他的问题就达不成共识吗？有吗？我跟您说吧，还有一个闺蜜，这已经不是光涉及我家庭了啊，还要涉及到她的朋友圈哦。她有个闺蜜挺好的，我见过一面，在一块吃过一顿饭。她跟我说：“哎呀，这个闺蜜啊，跟我关系好，你以后要对她好。”我说这没问题呀，你的朋友以后不也是我的朋友吗？对不对？咱们一块出来吃饭，一块出来玩都没有问题，我请客。有一次是她过生日。然后我带着蛋糕去礼物订好的饭店去给她过生日，她把她闺蜜带过来了。这也无所谓，给她一块庆祝生日嘛。结果她不高兴了，为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没给她的闺蜜准备同样的礼物。你跟她闺蜜同一天生？不是，但是我早就跟她提前说了，我说闺蜜要过来给我庆祝生日嘛，我说让她备双份的礼物，我俩一样的。为啥？因为我跟他说了，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感情特别深，就跟家人一样的。现在我有对象了，他没有对象，人家给我庆祝生日来了，那我都提前跟他说了要把我的。那你把你对象让给他不就得了吗？对呀，你这玩意儿你这。我都拿我闺蜜当家人了，那不也是她的家人吗？她怎么不像？她跟我说要拿她的闺蜜当做小丈母娘。对呀，我都说了。我一个老丈母娘，我还伺候不过来，我还伺候个小的呀。你就缺那一份礼物吗？我都提前说了，我闺蜜现在庆祝生日来了，坐那儿跟个电灯泡似的，你照顾她一下怎么了？我觉得呀，你对你闺蜜还是不够好，应该把她请咱家里吃住都在咱家就好了。那就你有理呗。这就是那么矫情。行，你们俩越聊，我越觉得你们俩应该是走在一起。真的，你看啊，对待朋友的态度是一致的。朋友不干的事儿，我不能干。对我怎么样就得对闺蜜怎么样，一致吧？你说她矫情，我看你也不差，对吧？而且你们俩最核心的不在于这些表象的东西，你们俩最核心的在于是，我以为我是对的，我就是对的；你以为我是错的，我还是对的，因为我以为我自己是对的，这就是你们俩最核心的问题。哎，心里还有对方吗？那我不是看他还是挺适合结婚的吗？你呢？我也是，他要是不啫喱的时候还是挺好的啊。行，各位老师，你们看怎么办吧？就这么一情况，我们就愿意抬杠。其实你发现，在谈恋爱的时候，把这些内心比较内核的价值观爆出来，如果磨合好了，结了婚说不定还能幸福呢。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让我们一起走进丘比特问卷。凑合着过一生，那是肯定过不了一生的。婚姻是一定需要有爱情的，还要有三观的相合，生活的同频。很遗憾，你们似乎都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和要求。就说婚房的那件事情，如果说两个人真心相爱，都会为对方考虑，因为很显然，作为你未来的妻子，她已经知道那套婚房是您和前女友共同设计装修的。那么即便结了婚，她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一定会有阴影。如果真有爱，可以非常诚恳的和自己的女友去商量，我想他也不会蛮不讲理，全部推倒砸掉重来，小改小动就解决问题嘛。换换颜色是个办法，换换风格也是一个办法，但是你们就在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是针尖对麦芒，一个认为我就是让你全部改，一个认为我就舍不得以前的装修费。你说有爱吗？还有说到这个婚检，提出这样的要求完全可以去满足对方，而且这是非常私密的事情。按你的说法是好像
谁做了婚检都在晒朋友圈，至少我到现在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说我们去婚检喽，我们2个人合格喽，我们2个人有问题哦。谁会去晒朋友圈呢？婚检以后即便查出问题，那也可以去治疗，也可以去改变呀，这个是对的呀。但是您也是同样，您刚才说了对他的父亲非常反感，但有一句话你很伤他的心，从父亲身上就看到他孩子的面目，那也就是说这个男人你是讨厌的呀。你们2个人今天的话让我们真的感受不到有恋人之间的情感在里面。恕我直言，为了结婚而结婚，你们的日子过不好，鸡飞狗跳，最后还是鸡飞蛋打。谢谢。哎，我的感觉和于老师不太一样呢。我还觉得这俩真还是叫什么欢喜冤家，感情基础是有的，但是呢，相对是比较成熟理性的思考，既彼此看着有欣赏那一面，又在接地气儿过日子方面，哎，我去磨合。你看女方其实很融入男方的家庭，妈妈很喜欢，父亲有点讨厌，他是有情感才会有喜怒哀乐，有情绪的，连你姐姐他都不放过，都要去套近乎。我觉得这个女生是喜欢你的，只是说她因为到30多岁有自己对生活对婚姻的判断，她有自己的要求。我相信所有的女生在和一个男生结婚的时候都看不得这个婚房是他为他前女友设计的。所以你说哎，我们现在挣钱10几万也不容易，对吧？我现在也拿出来10几万，那还不如留着我们将来生孩子呀或者来用，我理解。但是结婚如果对你们来说就这一次，那我们值不值得拿出来更多的钱和所谓的代价，去为这个终身都会怀念的回忆的甜蜜的隆重的这个仪式去多做一些？我觉得男方可以考虑，就像于老师说的，不用全换，我们把些主流风格换了，床品换了，窗帘换了，我们墙壁贴心的壁纸，地板换自己喜欢的材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婚前把这些种种我们都磨合好了，商量明白了，那婚后会减少很多的麻烦。我其实对你俩还是充满了期待的。也许现在吵吵闹闹不适合立刻结婚，但我特别希望你们在吵吵闹闹当中磨合到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最终走向婚姻的殿堂，好吗？谢谢。你们爱对方吗？你们是真的爱上了对方而在一起，然后决定结婚，还是说我们为了结婚不得不爱对方？这个爱就感觉是在自我催眠，哎呀，我要爱他，我要爱他，我得爱上他，要不然就没法结婚呢。这是完全2件事啊。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一些什么，然后处处在为难和刁难对方，在做对抗。就可能这事儿如果要不是这个人的话，我换一个人，我这样那样都行。但是当我面对这个我要嫁的人或者我要娶的人的时候，不行，我必须要把他掰扯过来，因为这决定了未来在婚姻生活当中谁说了算，是一个权力的争夺。如果要真的很爱很爱对方的话，你想，这东西是我前女友的，我前女友喜欢，我现在很爱我现在女朋友，我能让她伤心吗？我舍得看她难过吗？就算她不别扭，我住在这房子里面我还别扭呢，对不对？对于女生也是一样的，哪有你过生日给你闺蜜买礼物的道理呢？你如果真的很爱你的男朋友的话，你难道不希望跟他2人世界腻在一起吗？这个时候你闺蜜她明明就是个电灯泡啊，所以在你的心里，你男朋友没有你闺蜜重要，甚至你为了你闺蜜可以让你男朋友为难，那你干嘛要嫁给他呢？所以你也是在拿这件事在跟他做对抗吗？如果你们要真的觉得说我们没有爱情，但是到了这个年龄阶段，我们俩都是那种不追求爱情，我们就需要一段婚姻给家长一个交代的话，那你们就真的去了解一下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婚姻的本质就是不是要争夺权利，而是出让权利，包括自由权。
我们为了这个家庭，为了对方，我们不能再为所欲为了。那第二个还有什么时间支配权？我该回家的时候，我就必须得回家，我要把我以前所有的时间分一半给这个家庭和这个人。那还有什么隐私权？我要知道的事情，你必须得让我知道；你该让我知道的事情，我必须要知道。如果你们有这个觉悟的话，那你们就走进婚姻；如果没有这个觉悟的话，你们就继续等待爱情。谢谢。挺有意思的啊。人在森林里面走，遇到了狼，这个时候人应该怎么办？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一套逃跑或者战斗系统。如果遇到了危险，两种选择，要么跑，要么打。你们很奇怪，你们明明是遇上了危险，但你们不想跑，只想打。你很清楚啊，你和你爸性格一模一样。你知道你要过得好，你就得找一个像你妈这样的。你遇到了他，是不是算你遇到了人生里面最大的危险？你没跑，你就想跟他战斗。你也一样啊，你明明知道你要找一个过的日子过得好的，要找一个软弱一点的人，你偏偏找到了他，危险吧？你没想跑，就想跟他打。我用一个比喻啊来说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叫油锅炸石头，谁也不服谁。你是一口油锅啊，你永远在骄纵。你这个状态叫恃宠而骄，问题是没有人宠你呀。你这个骄纵哪来的呢？在你的意识形态里面有一个想法，骄纵是一种地位，我就得是这个样子，我才能够保持住我在两个人之中的那个地位。所以没有人宠你，但你依然恃宠而骄，所以你是一口油锅，始终在沸腾。你呢？你是块石头，你在狭隘里面顽固。你的认知是狭隘的，但你的性格又是顽固的，所以你就变成了一个固足自封的石头。结果好了，油锅炸石头，谁也不服谁。你们现在没分手是因为老有人劝架，你知道吗？没人劝架，你们早分了。我还是坚定我那观点，我觉得这俩人真的像。人家说情侣之间是照镜子，他们俩这个镜子照的完全是一致的。理性的说，分开当然是最合适的，但是感性我就觉得试一下是最好的。就这种人，你在生活里太难找到了。有的时候我倒觉得这种打，一旦打顺了，反而还成了呢。以你们的性格，干脆一点，如果不行就算了，如果还想努力，就再试一试，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觉得吧，咱们之间可能就像老师们说的一样，咱们的性格太相似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多一些包容，但是以目前的状态，我感觉咱俩水火不容。我觉得咱们都应该各自冷静一段时间，好好想想自己，也好好想想对方，看看还能不能把这段感情继续下去。我觉得现在像这种火药桶一样每天打来打去的，确实对未来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说咱们回去都各自想想自己的缺点吧，看看能不能为对方去改变。我听老师说的，说咱俩之间是有喜欢的，这一点我是认的。我相信你也有吧，要不然也不会跟我这么一直吵。但是咱俩实在是太像了，我觉得吵得已经有点太累了，所以我想我同意你的想法。哎呀，两个人达成共识的第一个共识居然就是冷静。其实你们有这么多具体的事儿，为什么不是说我同意婚检，我同意什么，落在实处多好啊！30多岁居然生活里面这些事儿还不会处理，这都是爸妈惯的。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预测一下，有很多的问题并不是通过结婚它就能够化解的，我并不看好他们双不出，我就特看好。我也挺希望看到他们在一起的，就欢喜冤家也是一种过法啊，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双不出，吵得受不了啊。我觉得他俩会双出。我在琢磨，要么是双出，要么是女出男不出，那我就说女出男不出吧。来看看他们自己怎么选择吧，请开门。
我还是希望他们在一起，多有意思的两个人呢。不是我轴啊，就是我真觉得在他们的身上，你看这种打，挺有意思的。行了，人家选择了分开，咱也不较那个劲。最后就是祝他们早日找到能爱上他们，他们也爱上的那一半吧。